第一课，时尚发现。安娜你好，你看到最近大家都穿的那些新腰包了吗？嗨约翰，是的，他们现在很时尚，我一直在考虑自己买一个。真的吗？你打算去哪里找腰包？我听说市中心有一家新精品店出售各种配饰，我可能会从那里开始。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也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漂亮的腰包，也许你也可以去不同的网站看看。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我一定也会在线浏览。你有什么建议吗？好吧，我听说有一家受欢迎的在线商店专门销售时尚配饰，他们有多种选择可供选择。哦，我想我认识你在说的那个，他们总是有最新的趋势。谢谢你提醒我。莫问题，在购买之前探索不同的选择总是件好事，你可能会发现一些独特的东西。绝对可以，我很高兴看到我能找到什么。顺便问一下，你有什么关于如何设计腰包的小贴士吗？当然，设计腰包的一种方法是将它戴在胸前，而不是戴在腰上，它给人一种更现代、更前卫的外观。这是个很好的小贴士，我会记住的。还有其他建议吗？另一个想法是将它与一件简单的连衣裙或牛仔裤和一件 T 恤搭配，让腰包成为你服装的个性单品。我喜欢这个主意，这是为简单的服装增添流行色彩或质感的好方法。没错，别忘了尝试不同的佩戴方式。如果足够长，你也可以尝试把它当做普通腰带佩戴。哦，我从来没想过，谢谢你的建议。不客气，我相信你会颠覆腰包潮流。如果你找到一个很酷的，请告诉我。会的，感谢您的所有帮助。能开始搜索，我真的很兴奋。莫问题，玩得开心，开心购物。第二课，探索未知世界。嗨安娜，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在陌生的地方？你是如何克服这些挑战的？你好，是的，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我在陌生的地方时，我会尽量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你通常如何收集信息？一种方法是向当地人征求建议，他们知道最佳地点，可以提供宝贵的见解。这是个很好的小贴士。与当地人互动可以帮助您发现导游中可能没有的隐藏宝藏。绝对可以。在访问新地方之前进行一些在线研究也很有帮助。我正在寻找提供有用信息的旅游博客或网站。研究确实是关键。我还喜欢阅读旅行论坛，
在那里人们分享他们的经历并给出小贴士。这是个好主意。听取其他旅行者的亲身经历可以让你更好地了解会发生什么。在陌生的地方，另一个挑战是语言障碍，你是怎么处理的？我尝试用当地语言学习一些基本的短语，比如问候语和简单的请求，它可以帮助我与当地人沟通。学习基本短语是打破僵局和表达对当地文化尊重的好方法。我旅行时也会这样做。是的，它有很大的不同。即使你不流利地说这种语言，人们也会赞赏你的努力。绝对可以。我还发现，使用非语言交流，例如手势和指点，可以非常有效地传达信息。非语言交流是普遍的。当你找不到正确的单词时，这是一个很好的后备选择。没错，另一个挑战是驾驭不熟悉的交通系统，你是怎么处理的？我通常会提前研究当地的交通选择，我会查看地图、路线以及任何必要的通行证或门票。这是个好策略。我还发现向交通枢纽的工作人员询问方向或帮助会很有帮助。是的，他们通常知识渊博，可以指导你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对这种方法有过积极的经验。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在陌生的地方克服挑战可能令人望而生畏，但这也是个人成长和发现的机会。绝对可以，它使我们走出舒适区，使我们能够在新的环境中学习和适应。确实如此，这都是探索未知世界冒险的一部分。当然，随着我们克服的每一项挑战，我们都会变得更加自信和有能力的旅行者。说得好，感谢您分享关于探索陌生地方的见解和技巧。第3课，酿造创造力。嗨，安娜，你有没有尝试过不同的啤酒口味？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你好，是的，我涉足酿造并尝试了一些独特的组合。我做过柑橘味 IPA 和巧克力烈性黑啤酒。听起来很迷人，你是怎么把这些口味注入啤酒的？对于柑橘味的 IPA， 我在酿造过程中添加了混合的柑橘皮，它赋予了啤酒清新而充满活力的味道。这是个好主意，柑橘口味可以为传统的 IPA 增添些许风味。巧克力烈性黑啤酒怎么样？对于巧克力烈性黑啤酒，我加入了可可粒和香草豆，它营造出浓郁的天鹅绒般的味道，让人联想到黑巧克力。哇，那一定是一种奢侈的享受。这些口味组合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是的，我喜欢尝试和想出独特的转折点，这一切都是为了寻找可以很好的搭配的补充口味。我很佩服你的创造力，
将来你还想尝试其他口味组合吗？当然，我正在考虑尝试果味小麦啤酒，比如添加浆果或热带水果来增添风味。听起来很愉快，果味小麦啤酒非常适合温暖的天气，我敢肯定它们会很受欢迎。我希望如此。酿造使我能够探索我对口味的热情，创造出真正独特的东西。你在酿造领域找到了一个创造性的出路，真是太好了。在此过程中，你遇到过任何挑战吗？我遇到的一个挑战是实现口味的适当平衡，经过反复试验才得出恰到好处的比例。找到这种平衡可能很棘手，但这都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我敢肯定，你的毅力得到了回报。绝对可以，这是一种学习经历，每批都教会我一些新东西。这一切都与持续改进有关。这是一种很好的心态，持续改进带来了增长，甚至带来了更多令人兴奋的酿造实验。谢谢，我一直在寻找方法来扩展我的知识面，突破口味的界限。这就是精神，你对酿造的热情鼓舞人心。我敢肯定，许多有抱负的啤酒酿造商都会很乐意从你的经历中吸取教训。我希望如此，我总是很乐意分享我的知识，激励其他人踏上自己的酿造之旅。你的热情具有感染力，继续探索、实验和酿造奇妙的作品。第4课，犬类连接。嗨，安娜，很高兴和另一位狗主人聊天。我完全同意，认识爱狗人士总是很棒的。你好，当然，与其他狗主人交往是一种很棒的体验，有一种及时的纽带和共同的理解。当然，无论您身在何处，这就像拥有内置的对话启动器一样，我们的毛茸茸的朋友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他们确实如此，无论是在公园还是在散步，狗都会为社交和建立新的友谊创造机会。我注意到养狗的人经常有有趣的故事要分享。你有过难忘的相遇吗？哦，是的，我通过我的狗认识了各行各业的人。有一次，我在狗公园遇到了一位退休的宇航员。太不可思议了！它只是表明狗可以将我们介绍给我们原本可能不会相遇的人。绝对可以，无论年龄、职业或背景如何，狗都能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完全同意，狗有办法打破障碍，培养社区意识。它们确实如此。与其他了解养狗带来的乐趣和挑战的人建立联系有一些特别之处。这就像成为一个秘密俱乐部的一员，我们可以在那里交流小贴士，分享故事并互相支持。没错，我们可以同情彼此的经历，无论是训练困难还是有趣的轶事。
说到训练，你有没有发现任何能帮助你养狗的有效技巧或资源？当然，我发现积极的强化训练方法非常有效，奖励良好的行为为我的小狗创造了奇迹。这是个很好的建议。积极的强化在我们和我们的狗之间建立了牢固的纽带，并鼓励它们学习和成长。绝对可以，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因为它加强了关系，并有助于以积极的方式塑造它们的行为。我完全同意。看到我们的狗狗茁壮成长，并成为行为良好的同伴，总是很有意义的。确实如此。最棒的是，学习永远不会停止。我们可以继续在狗的一生中教导和向它们学习。这就是养狗的美妙之处。对于我们和毛茸茸的朋友来说，这是一段不断成长和发现的旅程。确切地说，我们的狗教会了我们关于爱、耐心和生活在当下的重要性的宝贵课程。它们确实是我们最伟大的老师。我每天都很感激我的狗给我的生活带来的欢乐和陪伴。我也有同样的感觉，狗有办法丰富我们的生活，让每一天都变得更美好。说得好，我们对狗的共同爱使我们在这次对话中走到了一起。很高兴和你聊天。同样地，感谢您分享您的见解和经验，让我们继续庆祝狗的美好世界。绝对可以，这是人类与他们的四足同伴之间不可思议的纽带。哇哇！第5课：沿海逃生。嗨安娜，海浪的声音不是那么舒缓吗？你经常来这里吗？你好，是的，我发现海浪的声音令人难以置信地平静下来。只要有可能，我会尽量去海滩。这是放松身心和与大自然交往的绝佳去处。是什么吸引你去海滩？海滩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让人摆脱日常生活的喧嚣。这是一次和平的逃生之旅。我完全同意。海滩有一种让身心恢复活力的方式。你有最喜欢的海滩活动吗？我喜欢沿着海岸线散步，感受脚下的沙子，听着有节奏的海浪冲击声。这听起来很令人愉快。在沙滩上散步可以是一种冥想的体验，可以让我们活在当下。绝对可以，这是一个与科技断开连接，让自己沉浸在大自然之美中的机会。你有没有在海滩上尝试过任何水上运动或活动？是的，我试过冲浪，这是探索海岸线并从不同角度看待海洋的绝佳方式。这听起来很冒险。我一直想尝试划桨，你觉得它具有挑战性吗？起初有点具有挑战性，但是通过练习，它变得更容易了。在水中滑行时，在冲浪板上保持平衡非常刺激。这太令人印象深刻了。走出我们的舒适区，
尝试新的体验真是太棒了。绝对可以。海滩为冒险和尝试新事物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对于可能第一次来海滩的游客，你有什么建议吗？我建议带上防晒霜、沙滩巾和充足的水来保持水分。事先检查天气和潮汐状况也是一个好主意。这是个很好的建议。在海滩上度过时光时，安全和准备至关重要。当然，重要的是要尊重海洋的力量，注意任何警告标志或旗帜。绝对可以。在享受海滩时，我们必须始终优先考虑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保持海滩清洁，我们有责任自力更生，不留下任何痕迹。你说的绝对正确，我们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子孙后代保护海滩的美丽。没错，通过保护海滩，我们确保它仍然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原始和愉快的目的地。说得好，感谢您分享您对海滩的热爱和见解，很高兴和你讨论这个问题。第6课，有效的沟通。安娜你好，说到定期维护，你对有效沟通有什么看法？你好，有效的沟通是关键，尤其是在维护方面。它确保每个人都在同一个页面上，并了解自己的角色。绝对可以。清晰的沟通有助于防止误解，并确保任务高效完成。您有任何在维护期间进行有效沟通的技巧吗？一个重要的提示是为维护任务制定定期的时间表，这使所有相关人员都能提前计划并相应的分配资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制定时间表可确保维护活动不会被忽视或无限期推迟。另一个建议是鼓励团队成员进行公开对话和积极倾听，每个人都应该放心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担忧。积极倾听是至关重要的，它确保每个人的观点都能被听到，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和做出决策。绝对可以。营造一个安全和相互尊重的环境非常重要，让每个人都能放心地分享自己的想法。对于维护方面的有效沟通，您还有其他建议吗？是的，必须为每项维护任务提供明确的说明和期望，这有助于避免混乱并确保正确完成工作。明确的说明至关重要，它们提供清晰度和指导，从而提高维护程序的效率和效力。此外，使用图表或图表等视觉辅助工具可以增强理解并促进沟通。视觉辅助工具是传达信息的好工具，尤其是在处理复杂的维护程序时。最后，定期反馈和评估对于评估维护过程的有效性和进行必要的改进非常重要。
反馈使我们能够不断改进和完善我们的维护实践，确保它们保持高效和有效。没错，通过鼓励持续的反馈，我们创造了一种持续改进和学习的文化。这些都是维护期间进行有效沟通的绝佳建议。感谢您分享您的见解。不客气，有效的沟通在任何维护环境中都至关重要。我很高兴我们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绝对可以，交流想法和互相学习总是很有价值的。你还有最后的想法或建议吗？最后一个建议是创造一个支持性和协作性的团队环境。当每个人都感到被重视和尊重时，沟通就会更加顺畅。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积极的团队动态可以促进有效的沟通，并带来更好的维护成果。当然，通过实施这些沟通策略，我们可以确保高效完成维护任务，并将中断降至最低。说得好，感谢您分享您的智慧和建议，让我们在维护工作中继续优先考虑有效的沟通。第7课，飞行查找器。安娜你好，我一直在协助你制定旅行计划。我找到了一些符合你喜好的航班，有一个可以中途停留的。你好，太棒了！中途停留可能是探索新城市，或只是在机场放松身心的机会。这个航班在哪里停留？中途停留在迪拜，这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拥有令人惊叹的建筑和众多景点可供探索。迪拜听起来很迷人。中途停留多长时间？中途停留大约6个小时，它应该让你有足够的时间走出去，体验迪拜的味道。听起来很完美。我一直想去迪拜，这次中途停留似乎是了解这座城市的绝佳机会。我很高兴你对这个机会感到兴奋。迪拜以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摩天大楼、豪华的购物中心和文化体验而闻名。您是否建议在中途停留期间参观任何特定的景点或地标？哈利法塔是必看的，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可以欣赏到城市的壮丽景色。这听起来不可思议。我很想从这么高的地方看到这座城市。还有其他值得探索的地方吗？迪拜购物中心是另一个受欢迎的目的地，它不仅是购物者的天堂，还拥有迪拜水族馆和水下动物园等景点。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探索的好地方。我喜欢购物，我相信水族馆会是一次很棒的体验。绝对可以。水族馆是各种海洋生物的家园，包括鲨鱼和鳐鱼。这是近距离接触这些迷人生物的难得机会。我肯定会把迪拜购物中心和水族馆添加到我的清单中。你还有其他建议吗？如果你有兴趣体验当地文化，值得考虑参观位于 Al Fahidi 堡的迪拜博物馆。
这听起来很有趣。我一直很喜欢了解我去过的地方的历史和遗产。迪拜博物馆让人们深入了解这座城市的过去，并展示传统的文物和展品。我一定会为此分配一些时间。在迪拜的现代和传统方面获得平衡的体验非常重要。绝对可以。迪拜独一无二地融合了传统与创新，探索双方将丰富您的中转体验。感谢您的所有建议，我真的很期待这次中途停留和探索迪拜。不客气，我很高兴能协助你制定旅行计划，在迪拜度过美好的时光。谢谢，我很感激你的帮助。我会充分利用这次中途停留，享受迪拜所提供的一切。安全旅行，我希望您在迪拜度过难忘的经历。如果您需要任何进一步的帮助，请随时联系我们。第8课，综合提案。嗨，安娜，我一直在审查项目管理计划，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一个方面。你好，太棒了！制定涵盖所有必要要素的全面计划至关重要。你认为我们应该关注哪个方面？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将风险管理战略纳入计划。识别和降低潜在风险对于确保项目成功非常重要。绝对可以。风险管理对于最大限度的减少不确定性和防止任何中断至关重要。你建议我们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将准备一份全面的提案，概述我们为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战略可以采取的步骤，这将包括风险识别、评估和缓解技术。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可靠的计划。在风险升级之前，积极识别和解决风险非常重要。你将在提案中包括哪些关键要素？在提案中，我将概述风险识别流程，其中包括集思广益会议和历史数据分析，这将帮助我们识别项目期间可能出现的潜在风险。这是个好方法。通过让团队参与风险识别过程，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不同视角和经验中受益。绝对可以。对潜在风险及其对项目的影响有一个共同的了解非常重要。识别后，我们将评估每种风险的可能性和潜在影响。风险评估使我们能够相应地确定资源的优先顺序和分配资源。它确保我们专注于降低潜在影响最大的风险。没错，一旦我们确定并评估了风险，我们将为每种风险制定缓解策略，这可能涉及应急计划、替代方法或额外资源。缓解策略对于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对项目目标的影响至关重要。制定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很重要。此外，该提案还将包括一个监测和控制机制，这将帮助我们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中跟踪已识别的风险，并在需要时采取必要的行动。
持续监控可确保我们在管理风险方面保持积极主动，并使我们能够在出现新风险或现有风险发生变化时调整策略。绝对可以。通过实施这些风险管理实践，我们可以提高项目成功的机会，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任何潜在的挫折。我很高兴我们正在考虑将风险管理作为项目计划的一部分。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方法，将使整个团队受益，并确保更顺利地执行项目。我同意。通过预测和应对风险，我们可以提高项目的弹性，更有效地交付预期的结果。感谢你带头准备综合提案。我感谢你的专业知识和为确保项目成功所做的努力。不客气，我很高兴为该项目的成功做出贡献。我将在本周末之前准备好提案以供审查。第9课，市场趋势。嗨安娜，你听说过最新的市场趋势吗？你好，是的，我一直在关注它们。市场似乎正在经历一些有趣的变化。你指的是什么具体的趋势？我注意到的重要趋势之一是可持续产品和环保做法的兴起。消费者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环境影响。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遵循的重要趋势。可持续产品不仅有益于环境，而且还能引起优先考虑道德消费的消费者的共鸣。绝对可以。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其业务实践的公司正在获得竞争优势，并吸引越来越多的客户群。很高兴看到企业将其价值观与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保持一致。你还观察到其他值得注意的趋势吗？另一个值得一提的趋势是各行各业越来越多地采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它正在彻底改变企业的运营方式。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有可能简化流程，提高效率和增强决策。目睹这一领域的进步令人着迷。确实，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正被整合到客户服务、医疗保健甚至交通领域。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令人印象深刻，它有可能改变行业，为企业和个人创造新的机会。当然，对于专业人士来说，重要的是要及时了解这些趋势，掌握必要的技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在当今快节奏的世界中，持续学习和提高技能至关重要。采用新技术并获得仍然需要的技能至关重要。除了技术进步外，工作场所的多元化和包容性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公司正在认识到多元视角的价值。多元化和包容性促进创新、创造力和生产力。令人鼓舞的是，各组织积极努力创造更具包容性的环境。绝对可以。通过拥抱多元化和创造包容性文化，公司可以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提高他们的整体绩效。我完全同意。
包容性应该是每个组织的优先事项，因为它不仅使员工受益，而且有助于公司的成功。确实，这些市场趋势为增长和创新提供了机会。对于个人和企业来说，适应和抓住这些机会很重要。适应不断变化的趋势，是在当今充满活力的商业环境中保持相关性和蓬勃发展的关键。现在是参与这些转型的激动人心的时刻。绝对可以。通过保持知情和积极主动，我们可以驾驭不断变化的市场格局，为我们的个人和职业发展做出明智的决定。感谢您提出这些市场趋势。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我们周围发生的变化，并利用它们来发挥我们的优势。不客气，与您讨论这些话题总是很高兴的。让我们继续保持最新状态，探索这些趋势带来的机遇。第10课：高效购物。嗨，安娜，你有没有尝试过在去杂货店之前列出购物清单？你好，是的，我觉得列出购物清单很有帮助。它可以帮助我保持井井有条，并确保我不会忘记任何事情。你平时会列清单吗？不，我通常只拿我需要的东西，但我一直在考虑尝试一份购物清单，看看它能否提高我的购物效率。列出购物清单绝对可以节省您的时间，并帮助您避免冲动购买。您将对需要购买的物品有一个明确的计划。确实如此，我经常会买到实际上并不需要的东西，因为我没有提前计划。你制作购物清单的过程是什么？我首先清点家里已经有的物品，然后我列出我需要补货的物品以及我想购买的任何其他物品。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系统的方法。您如何确定清单中应包括哪些其他项目？我通常会考虑即将到来的饭菜，我想尝试的食谱或任何需要特定食材的特殊场合。它可以帮助我计划一周的膳食。提前计划膳食听起来是个好主意，它可以使我免于最后一刻的杂货店流失，并确保我拥有做饭所需的一切。绝对可以。通过提前规划，你还可以做出更健康的选择，避免购买不必要的零食或加工食品。我没有考虑过这个方面。的确，如果没有清单，我倾向于抓住我所看到的任何东西，即使这不是最健康的选择。制定清单可以让你专注于自己的目标，无论是饮食更健康、坚持预算还是减少食物浪费。这是有道理的。我还可以通过避免冲动购买，而只购买必要的东西来省钱。当然，列出清单的另一个好处是，它可以帮助您更有效地浏览商店。您可以按部分对项目进行分组并遵循逻辑路线。这是个好观点。我经常发现自己在过道之间来回走动，因为我没有规划购物路线。有了井井有条的清单，您可以更快地在商店中移动，从而节省时间和精力。听起来制定购物清单可以真正简化整个购物体验，我确信要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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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我想你会发现它有好处。记得在物品用完时更新清单或发现所需的新东西。我一定会记住的。感谢您与我分享您的购物清单方法，我很感激你的见解。第11课，必看景点。嗨，安娜，我正计划去一个新城市旅行，你有什么必看景点的推荐吗？你好，当然，有很多很棒的景点你不应该错过。你对什么样的景点感兴趣？我喜欢探索历史遗迹、博物馆和自然地标，任何能提供独特文化体验的东西都会很棒。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参观这座城市的历史街区，这里到处都是保存完好的建筑，可以一窥这座城市的过去。这听起来很迷人，我喜欢学习不同地方的历史。我应该去看看任何特定的地标或博物馆吗？一个你不容错过的标志性地标是这座城市著名的大教堂，它以其令人惊叹的建筑和历史意义而闻名。一座历史悠久、建筑精美的大教堂听起来像是必游之地，我一定要把它添加到我的清单中。此外，这座城市还有一个著名的艺术博物馆，里面藏有大量的古典和当代艺术品。我是艺术的忠实粉丝，所以参观博物馆绝对是我的优先事项。谢谢你的推荐。不客气。另一个值得探索的景点是这座城市的植物园，这是一片宁静的绿洲，植物种类繁多。植物园听起来像是放松和欣赏大自然的理想场所，我会确保为此分配一些时间。绝对可以。这里是逃离繁华都市的宁静之所，也是与大自然重新建立联系的机会。这正是我在旅途中需要的。那该地区的任何自然地标或风景名胜呢？从附近的山丘上可以俯瞰城市的壮丽景色，它可以欣赏到天际线的全景，在日落时尤其令人惊叹。哇，从视角目睹日落听起来很神奇，我一定要带上我的相机来捕捉美景。这绝对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在那里你会有一些很棒的拍照机会。我对你提到的所有这些景点感到兴奋，还有其他隐藏的宝石或当地体验可以推荐吗？要获得独特的当地体验，您应该探索这座城市充满活力的美食场景，有很多当地餐馆和街头小吃摊可供尝试。品尝当地美食一直是我旅行的一大亮点，我一定会沉迷于当地风味，探索美食界。这是个好主意。食物是让自己沉浸在当地文化中并发现新口味的好方法。绝对可以，我迫不及待地想踏上这次冒险之旅，探索所有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景点。感谢您的推荐。不客气，我相信你会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探索这座城市并参观这些必去的景点。
祝您旅途愉快。谢谢，我很感激你的指导，我一定要充分利用我的旅行，留下持久的回忆。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祝你旅途愉快，安全旅行，享受冒险的每一刻。我会的，再次感谢您的宝贵建议，我回来后一定会分享我的经历。第12课，数字广告趋势。嗨，安娜，你注意到数字广告领域的最新趋势了吗？你好，是的，最近数字广告出现了一些有趣的发展。最新的趋势之一是网红营销。如今，网红营销似乎无处不在，你能解释一下它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工作的？当然，网红营销涉及与拥有大量追随者的流行社交媒体名人或内容创作者合作，他们向受众推广产品或服务。啊，我明白了。因此，公司利用这些人物的影响力和影响力来推广自己的品牌，这是有效的策略吗？是的，它可能非常有效。有影响力的人通常拥有忠诚和参与的受众，因此他们的推荐会对消费者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有道理的。这就像数字时代的口碑广告。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趋势吗？另一个趋势是在数字广告中使用互动内容。各品牌正在创造引人入胜的体验，例如测验、民意调查和互动视频，以吸引用户的注意力。它为观众增添了乐趣和互动元素。没错，它不仅吸引注意力，而且鼓励积极参与，使用户的广告体验更加愉快。我能看出那会如何有效，人们更有可能记住和参与让他们能够互动和参与体验的内容。绝对可以。它在品牌和受众之间建立了双向沟通渠道，促进了更深层次的联系。广告商还在探索其他新兴趋势吗？个性化是数字广告的另一个关键趋势。品牌正在使用数据和分析向个人用户提供定制的相关广告。在大数据时代，个性化变得越来越重要。根据特定的兴趣和受众特征量身定制广告，可以提高参与度和转化率。当然，通过提供个性化广告，品牌可以为其受众创造更具针对性和个性化的体验。确实如此，这一切都是为了在正确的时间向正确的人传递正确的信息，它增强了整体用户体验。没错，广告商还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技术来优化其数字营销活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有可能彻底改变数字广告，它们可以分析大量数据并进行实时优化，以获得更好的结果。
绝对可以。这些技术可以帮助广告商识别模式，预测消费者行为，优化广告投放位置，以获得最大的影响力。科技如何塑造广告格局令人着迷，广告商必须及时了解这些趋势，以保持竞争力。确实，数字广告格局在不断变化，及时了解最新趋势对于有效的广告活动至关重要。感谢您分享这些见解。现在，我对数字广告的最新趋势有了更好的了解。第13课，防晒旅行必备品。嗨安娜，我正计划去一个热带目的地旅行，对我应该打包什么有什么建议吗？你好，这听起来令人兴奋。由于它是一个热带目的地，所以带上防晒必需品很重要。防晒霜是必备品。当然，我不想被晒伤。你推荐哪种 SPF 防晒霜？最好选择防晒系数至少为30的广谱防晒霜，这将为抵御 UVA 和 UVB 射线提供足够的保护。很高兴知道，我一定要带上防晒系数合适的防晒霜，以保护我的皮肤免受阳光的有害影响。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记得大量涂抹防晒霜，并每隔几个小时重新涂抹一次，尤其是在户外度过大量时间时。会的。还有其他防晒必需品我应该考虑吗？宽边帽是防晒的绝佳配饰，它有助于遮盖脸部、颈部和肩膀免受阳光直射。宽边帽听起来像是一种时尚、实用的保护方式，我会把它添加到我的装箱清单中。此外，具有紫外线防护功能的太阳镜至关重要，它们可以保护您的眼睛免受有害紫外线的伤害，并降低眼睛受损的风险。我不想忘记太阳镜，它们不仅可以保护我的眼睛，还可以为我的服装增添时尚气息。谢谢你提醒我。不客气。防晒衣是另一个考虑因素。由防紫外线面料制成的轻质长袖衬衫和裤子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防晒衣将为抵御太阳光线提供额外的防御层，尤其是在户外活动中。绝对可以。注意阳光照射非常重要，尤其是在阳光可能特别强烈的热带目的地。我一定要带足够的水，以便在炎热的天气里保持水分。多喝水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户外消磨时光时。这是个聪明的主意。保持水分对您的整体健康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温暖的气候下。感谢您提供所有这些有用的提示。现在，我已经为享受热带冒险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同时还能保护自己免受阳光照射。不客气。优先考虑防晒总是很重要的，以避免任何不适或健康风险。祝你旅途愉快。我会的。再次感谢您的指导，我期待着未来的美丽海滩和阳光明媚的日子。
我为你感到兴奋，享受阳光、沙滩和奇妙的体验。安全旅行。谢谢，我一定要充分利用它。我回来后会分享我的旅行故事。第14课，早餐选择。嗨，安娜，我通常在当天晚些时候吃早餐。你最喜欢的早餐是什么？你好，早餐是我一天中最喜欢的一餐。我喜欢从一碗丰盛的燕麦片开始我的早晨，上面放着新鲜水果和细雨蜂蜜。听起来很好吃，燕麦片是健康又饱腹的早餐的绝佳选择。我得试着加点水果和蜂蜜来增添味道。这是开启新一天的一种简单而有营养的方式。那你呢？你的首选早餐是什么？我是美味早餐的粉丝，我喜欢用炒过的蔬菜和全麦吐司做炒鸡蛋。这听起来像是一顿令人满意且富含蛋白质的早餐。在鸡蛋中添加蔬菜是摄入一些额外营养素的好方法。绝对可以，这是一天早些时候吃点蔬菜的好方法。你还有其他最喜欢的早餐吗？是的，我最喜欢的另一个是经典的鳄梨吐司。我喜欢将成熟的牛油果捣碎在全麦面包上，然后在上面撒上少许盐、胡椒粉和少许柠檬。牛油果吐司已变得非常受欢迎，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这是一个简单而美味的选择，有时候我得试一试。绝对值得一试。牛油果的奶油味与吐司的松脆感相得益彰。听起来肯定是这样。我一直在寻找新的早餐创意来混搭各种东西。你还喜欢其他早餐菜吗？是的，我也喜欢做冰沙碗。我将冷冻水果与酸奶或植物性牛奶混合在一起，然后在上面放各种浇头，例如格兰诺拉麦片、坚果和种子。冰沙碗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而且可以定制。你可以用浇头发挥创意，添加你最喜欢的水果和坚果。没错，这是享用营养早餐的一种有趣而丰富多彩的方式。另外，对于那些喜欢早上吃便餐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一定会记住的，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温暖的月份。感谢您分享这些早餐创意。不客气，早餐是一顿重要的一餐，有多种选择可供选择总是件好事。我很高兴能给你一些灵感。我很感激，尝试不同的早餐菜肴将使我的早晨更加愉快。我会告诉你结果如何。拜托了，我很想听听你的早餐实验。如果您需要更多的想法或食谱，请随时提问。我会的，再次感谢您的建议，我很期待探索新的早餐口味。第15课，在购物中心中导航。嗨，安娜，我在商场，正在寻找一家特定的商店，你能帮我指路吗？你好，当然，
我很乐意提供帮助。你在找哪家商店？我想找到电子产品商店，你知道它在哪里吗？是的，它位于较低的楼层，你可以乘自动扶梯到那里。太棒了，我会去自动扶梯，然后下到较低的楼层。谢谢你的指示。不客气，只要确保按照路标行驶，你就能轻松找到自己的出路。会的，顺便问一下，你知道下层有没有美食广场吗？是的，有。进入较低楼层后，您会在美食广场找到各种各样的餐饮选择。这很方便。购物结束后，我可能会吃点东西。我很感激这些信息。完全没问题，享受购物和用餐的乐趣。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其实，我也在找一家书店。你知道这个商场里有没有？是的，有一家书店，它在上层，你可以乘自动扶梯上去，也可以使用电梯。好吧，所以书店在上层，我会留意自动扶梯或电梯的上升情况。谢谢你告诉我。不客气，如果您需要更具体的指示，可以随时询问购物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很乐意为您提供帮助。这是个好主意。如果我找不到路，我会寻求帮助。在这样的大型购物中心里，有人指导你总是件好事。绝对可以。大型购物中心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但只要稍加指导，就会变得更容易浏览。我完全同意。再次感谢你的帮助。我现在更有信心探索购物中心，并找到我需要的东西。我很高兴能帮助你，记得享受购物体验，度过愉快的时光，探索购物中心。我会的。再次感谢。如果我还有其他问题，或者发现任何有趣的商店，我会告诉你。听起来很棒，我很期待听到你的购物冒险经历。小心。谢谢，我会尽快和你谈谈。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第16课，任务优先级划分。安娜你好，我今天有很多任务要完成。你如何确定任务的优先顺序并逐一解决？这似乎让人不知所措。你好，我知道这会让人不知所措。我使用的一种方法是列出待办事项清单，并根据任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对任务进行优先排序。这听起来是个好方法。如何确定哪些任务是紧急的，哪些任务可以等待？我会考虑截止日期以及每项任务对我的目标或项目的影响。截止日期更近的任务或对我的工作有重大影响的任务优先级更高。这是有道理的。因此，您可以根据任务的最后期限和重要性对任务进行优先排序，以有效实现目标。没错，通过专注于需要先做的事情，我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避免感到不知所措。我明白这样做的好处。有时候，当他们看起来都很重要时，我觉得很难决定从哪个任务开始。这可能很艰难，但另一种有用的策略是将较大的任务分解为更小、更易于管理的任务，这样你可以一个接一个的解决它们。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将任务分解为较小的步骤可以减少任务的艰巨性，逐步集中精力更容易。绝对可以。当你完成每项较小的任务时，它还会给你一种进步感，这可能会激励你。我同意，看到进度并检查已完成的任务是激励人心的，它有助于全天保持专注和动力。此外，为每项任务分配特定的时段也是有益的。通过花时间处理特定的任务，可以创建结构并避免多任务处理。这是个好观点。多任务处理通常会导致生产力下降，一次只专注于一项任务可以提高工作注意力和工作质量。当然，通过全神贯注于一项任务，您可以更有效地完成任务并产生更好的结果。我一定会尝试这些策略，将任务分成较小的步骤，设定优先级，为每项任务分配专门的时间，应该有助于我更好地管理工作量。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我相信这些技巧将帮助你保持井井有条并有效地实现目标。感谢您分享这些宝贵的技巧，我很感激你的指导，我会告诉你情况如何。第17课：探索旅行目的地。嗨，安娜，我一直在考虑计划一个假期，听起来太神奇了。您通常如何找到有关旅行目的地的信息？你好，我喜欢研究旅行目的地。我经常从阅读旅游博客和浏览旅游网站开始寻找灵感。这是个好主意。旅游博客和网站可以提供宝贵的见解和建议。您如何决定进一步探索哪些目的地？我会寻找符合我的兴趣和偏好的目的地。例如，如果我喜欢大自然和徒步旅行，我会搜索以其美丽的风景和远足小径而闻名的目的地。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选择符合您兴趣的目的地非常重要，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您的旅行体验。你还有其他依赖的来源吗？是的，我也发现像 Instagram 和 Pinterest 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很有帮助。我关注旅行账号，搜索与我感兴趣的目的地相关的特定话题标签。这是一个很好的小贴士。社交媒体平台是其他旅行者分享的旅行灵感和现实生活体验的宝库，这是一种探索新地方的视觉方式。绝对可以。看照片和阅读个人故事可以让你更好地了解目的地所能提供的一切，并帮助你做出明智的决定。我同意，了解其他人的经历总是有帮助的。你还使用其他资源吗？我觉得另一个有价值的资源是旅行论坛和在线社区。
我加入论坛，旅行者根据亲身经历分享他们的建议、提示和推荐。这是一个很棒的建议。通过与在线社区中的其他旅行者互动，您可以提出具体问题并获得个性化推荐。当然，这是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并收集有关您感兴趣的目的地的内幕信息的好方法。在计划假期时，我一定会探索这些资源。我很高兴能发现新的目的地，并充分利用我的旅行。太棒了！我相信你会找到很多灵感和有用的信息，来计划一个难忘的假期。感谢您分享这些宝贵的技巧，我很感激你的指导。我很期待着踏上这次旅行规划冒险之旅。第18课：生产力和时间管理。嗨，安娜，我希望你度过了富有成效的一天。你好，是的，一直很忙。早上好，你呢？你能够保持工作效率吗？早上好，是的，我一直在尽力有效地管理时间并保持工作效率，但是这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你有什么保持生产力的策略吗？绝对可以。我觉得有用的一个策略是为当天设定明确的目标。我会优先考虑任务并创建待办事项清单，以保持井井有条和专注。这是个好方法。设定目标和创建待办事项清单可以提供方向感，并有助于避免分心。你如何处理白天出现的干扰？当出现干扰时，我会尝试通过练习时间限制来限制它们的影响。我会为重点工作分配特定的时间段，尽量减少干扰。时间限制听起来很有效。通过将特定的时间用于集中工作，您可以创建结构化的例行程序，并减少被忽视的可能性。没错，定期休息以恢复精力和保持工作效率也很重要。短暂的休息实际上可以增强注意力和创造力。我同意，休息对于保持生产力和避免精疲力尽至关重要。短暂的离开并以全新的视角回来，真是令人耳目一新。我觉得有用的另一种策略是练习番茄技巧。它包括连续集中工作25分钟，然后是短暂的休息。它有助于保持注意力和生产力。番茄技巧听起来很有趣。通过集中突发和休息，将工作分成较小的、可管理的部分，有助于保持势头和生产力。绝对可以。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技术。此外，根据紧迫性和重要性对任务进行优先排序，有助于确保首先完成关键任务。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根据紧迫性和重要性对任务进行优先级排序，使我们能够有效地处理最关键的问题，避免不必要的压力。最后，重要的是要记住，生产力不仅仅是把事情做好，这也是关于照顾好自己。优先考虑自我保健并保持健康的工作与生活平衡，有助于长期生产力。我完全同意。
照顾我们的福祉对于可持续的生产力和整体幸福感至关重要，平衡工作和个人生活至关重要。绝对可以，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健康的平衡。通过实施这些策略并做出有意识的选择，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我们的生产力和福祉。感谢您分享这些宝贵的见解，感谢你的指导，我一定会将这些策略纳入我的日常工作中。不客气，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记住要保持灵活性，找到最适合你的方法。祝你继续提高工作效率和取得成功。我会记住的，谢谢。祝你有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保持工作效率。快点和你谈谈。